雕花，用雕花去做动物或者人物，相对来说，动物来说比较简单，像卡通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在做这些里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学过的粉雕，用雕花粉去操作；第二种呢就是用雕花胶操作，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去操作就好。像一些图案。有些图案看起来比较就是那种就是形状不太好调整的，是可以用粉雕去做的，然后也可以用雕花胶做案。咱雕花胶先简单去演示一个，然后这里要跟大家说，咱是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保鲜膜，我就想不起。保鲜膜也叫路线的。就是如果说这些所有的指甲、所有的雕花饰品，我们是可以直接先做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随便拿一个甲片啊，我们用一个这个。就是小雕花款式在指甲上做，跟在手里拿着去做是一样的。然后你比如说，我们想提前做出一些这种雕花款式来哈，就单独去卖饰品也好，然后之后顾客来了直接上手给用也好，都是可以的。用这种保鲜膜，然后指甲上涂一层底胶，或者是有色胶的情况下，涂一层底胶，千万不要光滑，光滑粘不住，就利用有胶的浮胶上面，我们把这个垫到上面去做。做完之后。绕完灯，整个拿下来抠下来，然后它那个雕花底部就有这种弧度，我们以后再去贴饰品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啊，所以说大家以后想要提前做出来的话，可以用保鲜膜去在指甲上隔离一下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办法。好了，来，我们在指甲上先去涂一个啥呢？咱就直接这样做吧，好不好？直接这么去做，然后大家可以选择几种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咱做个啥？做一个小羊肖恩。实际上我想做它做很久了，我觉得它太可爱了啊，想做小羊肖恩想很久了。来，再加甲片，指甲上可以提前打好底色哟。你们可以提前打好底色，我呢就不打底了，我直接用雕花胶去打一个底。实在你们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雕花胶做完整个甲面太厚了，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减少一点点，好吗？来，绿色的雕花胶，打一个底部啊，快速去过，用它先去团成球。做长条状，这个其实我今天想着重要教大家的卡通人物，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会的，但是就是这个人物是难度有点大，我会着重把面部和手部的操作方法教给大家。不好意思啊，好了，来这些团成球都要球。然后一共是用到几个，2个到3个颜色就好，就是2个到3个的这种绿色，一个发青一个发绿都可以。待会儿我们用来打底部去使用，我先放到一边啊，放到这儿。然后这个甲面呢，我涂上一层这个隔粉磨砂封层，或者用透白色打个底吧，透白色打底，隔粉封层。小姐，你进直播间看看有没有人在，或者说在课程内的同学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跟我说一下啊。好的。想传大一点，能大一点。感冒好点了吗？还没好，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怎么感觉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我以为昨天好点了，昨天晚上回去又开始那个啥，哎呀，随他吧，那早晚会好的，反正。谢谢你的关心，谢谢。来，4个大球啊，要大一点的。这个都可以根据大家喜好去做就好了，主要待会儿想打个底用。然后绿色里面如果说没有合适的颜色，我们可以用雕花胶去做一个混色，比如说用雕花胶跟蓝色，咱就混一下。这是个什么蓝？哎，对，这个太浅了啊，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就这个蓝吧。我们这边疫情突然变得很严峻，非常厉害，有可能之后得会提前咱把直播课讲完，要不然回家再去操作咱也不方便。这样用绿色里面掺进去一点蓝色之后，颜色整体会发青啊，会跟刚才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偏差，蓝色越多出现的颜色会越轻一点点，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没有合适的颜色，是通过有3原色的这个雕花胶去调出来的，好吧？去调出来的，手上呢尽量有一点点啊，不要太干燥，太干燥的话，一个有手纹，第二个容易发黏。没有雕花胶，对，我在山东潍坊，我们这边很多小区都封掉了，有可能晚上回不去。有没有雕花胶可以啥代替一下？没有雕花胶可以用雕花粉，没有雕花粉的你们不是这前2节课都看过吗？看过的情况下用这种叫什么超轻粘土可以先简单尝试一下，好吧？先简单尝试一下也可以。
然后操作用这个捏的时候手一定得干净啊，不然上面有很多的那种颗粒出现就不好看。把它给削开，这个话说了。好了，每一个也是团球，我先放到下面，在玻璃上正好大家都能看得见啊。主要玻璃是光滑的，我在上面去捏它也好处理。好了，几种，有的偏轻一点点的这个球，也有这个偏绿一点的球。指甲刚刚是涂了色胶，涂了一层透白色。我因为透白色是方便大家去看啊，你们根据款式需要打合适的底色就好。这上面呢我会用一个这个磨砂封层去隔离一下。大家操作可以用封层各种封层代替，因为雕花胶都是在封层之后操作，不要忘了啊。然后外雕和内雕的使用看前2节课，今天主要就是学款式了，好吗？待会儿再做一个卡通人物，今天可能消耗的时间会比较长啊，然后大家到时候没事多看一看这个，好不好？多看一下。来，我们再去取白色雕花胶，白色的雕花胶我们去多取一点点，记住白色要多来点。下课，你先把手机关上，你先自己看会儿书。我外甥在上网课，现在学校都封了，我这来多来点啊！要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咱们做个小羊肖恩，我觉得这个太可爱了。我这些手机壳都是这种，这太可爱，我一直想做也没做，所以说这次咱先把它做上去，来搓成长条状。手有点发黏了啊，黏了就蘸清洁水或者说是涂上点护手霜，然后让手打滑一下下。然后来，我们把这个身体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到这儿啊，剩下的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再搓成长条状，搓细一点点，做出很多很多的这种小球球来，做出很多很多的小球球。也是把每一个都团成球，就是我这是个人喜好啊，不是说必须让大家去学做这个，你们可以试试，就是不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你们喜欢不同的动物，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这种风格去操作就好了。你看今天为什么都是球？简单的从球开始，我们可以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来啊。这是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球球。谢谢。一会儿，现在你去看会儿书行吗？不要不工作。好了，来。白色稍少一点点，先去团一个大球，团出一个这种偏椭圆一点点的就好啊，先椭圆一点点，然后呢，把每一个这个小圆球放在这个大的上面去，放到大的上面去，也就是说把这个球给它进行组合。小的球一定圆一点，放上去，给它缠一圈就好。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规律严啊，给它全部包上去。球有大球有小球，我们团上去之后，如果不够可以再加。你看，慢慢的，就是把它身子给它塑造出来，有点不太够啊，需要这么多呢。我也是想象着去做。哎，我记得在哪儿看过。哎，这个做好之后，先去照下灯，要不然胶所有都粘到一起去了，先照下灯。好了，前照2秒钟，让它简单固化一下下，因为胶有点发黏，而且这个胶说实话白色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软，所以说大家做这个时候多多注意，要不够再来取点白色再团点球。其实还有好多特别简单的，比如说像这种的，对吧？来，像这种直接就是往指甲上去铺的，就比较简单了。哎呀，我这个最感觉这个要麻烦一点，做了一个最喜欢的，还是麻烦的，就各种球怼上去，各种粘，把一个大圆球周围全部给它做出这种小圆球，做成小圆球啊！来，大家稍用这个水太空明眼试一下，能看清楚。太小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来一个大的，然后很多个小的。就这个，一会儿我用这个小动物的话，我用这个演示吧。我用待会儿用雕花胶给大家做一个卡通人物的雕花啊。就是这个，只不过就是放大版的雕花而已，用的是粘土。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做啥的时候，也可以去搜一些这种粘土的教程，好吧？搜一些粘土教程，你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灵感。这个球随便啊，有大有小都可以，可能还不太够。来，先试一下啊，试一下这个球大小行不行？大了一点。
一看我这就会擀饺子，会做饺子是不是？会擀饺子皮儿。身子，然后小球球，真的是在擀饺子啊！过年了，提前给大家包饺子吃。这个看起来简单，但复杂就复杂在要团好多个球球，开始往上放小球，放一圈儿，整个粘上去就好啊。这种超轻粘土它是自带粘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不需要我们去照灯，自己就干了，自己也就干了。但是这种做起来大家都多注意，就如果说是那个中间有空隙，咱们得提前给它做好。对，想要消恩，对，想要消恩，用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们做的时候把它转化成雕花胶就行，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做啊。但是在操作途中多注意，需要照灯的时候就照灯，不要全部做完再去照灯。卡通动物不知道大家想看啥，那太多了，也简单。比如说做个小兔子，但是我还要用粉雕去给大家雕一个小兔子。今天咱们就是一个雕花小兔子。水粉雕呢，要给大家演示，用雕花胶给大家演示，雕花胶版比较慢啊，我就直接用这个给大家过一遍，然后你们知道哦，它跟橡皮泥一样，就是缩小版的啊，跟橡皮泥是一样的。小恩贝特小恩，但是他做在手上是很好很可爱的啊，我觉得应该不错。好，然后基本差不多了，这个球都给它堆满，是它身子那个暖洋洋的那种感觉啊。堆好之后，我们这样。就是如果说是雕花胶的话，堆好之后底下放一个平面，不需要就全部鼓起来，平一点就行啊。然后我们应该是放在支架上，比如说把一个大的球形先放在支架上，然后团很多小球在它的周围。团好之后，我们稍微给它塑一下形，也可以。你像我一样，提前把这个做好，把它的底下的平面露出来，正好有一个小凹洞，再放到支架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吧？然后整个它的形状是偏向于一个椭圆形，不是一个圆形啊，是一个椭圆形。这就是它的身体捏好之后，咱给它捏头部。头部的话来看，把这个位置。在照灯前，先给它凹一个洞，用你的手指。一般来说，咱们手指感觉有点太大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拿任何一支笔，看到没有？笔的后缘有这种椭圆弧度，因为雕花胶在支架上是比较小的，我们是可以用这种就给它做一个小凹洞的，看到没有？包括咱们的点珠笔也是可以的啊，给它把这个位置做一个凹洞，放啥呢？放它的头部。头部的话用的是黑色的，这个有点干了。注意它的比例，然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要注意，然后头部呢不要给它捏成一个特别圆的，也是稍微扁椭圆形一点点，然后稍微压一下下啊，压一下下，不要压的太大。然后呢，把咱们的这个头给它捏成什么形状，提前捏好，捏出上面瘦一点，下面胖一点，就是这种，看到没？就这么给它一夹就好，然后再一缩扁，接着把头部放到脸上。好，这里有点类似于小梯形了啊！哎，我的笔记啊，来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头部，咱就给它安上去了，因为是整个放在支架上的啊，所以说底下我就没有做脚呀，没做什么，直接就做到这儿。然后放的时候是偏中间往上一点点，别太靠下。放好黑色的这个，就是粘上去，放上去之后去照灯，就是这个身体按好做好形状之后照灯，然后用黑色雕花胶放上，捏好形状放上去，再照灯，然后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去做它的眼睛、耳朵等等的就可以了，很简单啊。来，耳朵呢也是黑色的。雕花胶，用黑色雕花胶去捏出2个水滴形，捏出2个水滴形，先去1分为2，防止它这个左右不均匀。先看看这个大小啊，稍微大了一点点。耳朵呢跟头部的比例也要多注意，好吧？不要做的过大。
耳朵放上去，做一个衔接，有点大，这么大，不要，怎么这么大呢？好，这种可以，耳朵放上去。哎，这边。有点太扁了啊！要给它做起来。好了，小 n 小 n 小 n， 来把这个耳朵放上去。现在跟个小狗一样，左上角第一个是小猫嘛，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星黛露是吧？不，这叫什么来着？这个就是星黛露里面那个小狐狸，讲的就是个小狐狸似的那种，那露露老师做的，陆老师给大家做的。好了，这现在跟小狗似的，是不是？然后没关系，还要继续做啊！再去团3个小小的白色球球，3个很小的小一点的白色球球，放到它的头顶上，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吗？不要着急。然后圣诞节了，你们最近可以做一些圣诞节的雕花款式会比较多，正好好多人做不了，你们就可以做啊。最近做圣诞节一点对吧？然后。也快了，提前先练一下。然后还有好多那种，你们有的时候不要一味去看别的美甲师他去做啥，你们就去，我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你们去看一些泥土类的、粘土类的一些博主，他们做的很漂亮，各种各样的动物、卡通人物等等等等的。然后你们把它做成这种饰品，做成饰品版是买不着的，每一个这个单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啊。所以说把它做成一些小小的饰品，顾客需要直接粘到手上去，好吧？来，这个头上给它搞上去，在头顶的位置。放到这儿啊，因为超轻粘土会发粘，然后别的就还好一点。你看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比刚才就要好看、可爱多了？再加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啊？我就照着我的来了，因为这个每个人喜好的东西不一样，包括这些球，大家想要做扁的时候。把它做成那种做扁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拿一个玻璃的东西，平一点的东西，直接给它压下去，要透明的，你们能看得见啊。因为接下来就要做眼睛，眼睛就会用到这个方法，我就直接做成这种，看小软绵绵的感觉，小对不对？在指甲上是一样，无非就是把这个大的换成小的。好了，来眼睛怎么去做？眼睛也是2个扁扁的圆，看一下啊，注意提前不要眼睛这个胶不要调大了，选的差不多大小的胶。来看过来，同学们在上面先团成这种稍微椭圆一点点的，不对称重新团，估计又有同学给我看手相了啊，现在就有好多看手相，来是1分为2，这是2个眼睛，先用白色打底。好，然后我们可以在平面上，我就直接在手上了。你们是在平面上用这个底下是扁扁的这种啊，把它做成什么呢？做成2个扁圆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到这一步，你们不是去照灯了吗？如果照完灯之后，我们整个它雕花胶是硬的，所以说是敢去塑形的。因为现在它这个是有点软啊，我不敢使劲压，但是你们是可以。一压，整个脸就进去了。然后你们在雕花胶上是可以这样，哎，提前给它压一下，是不是2个扁圆的眼睛就出来了？是不是小眼睛在雕花胶上可以啊？这个我不敢太使劲，因为等底还没有干，所以说比较软。然后我们再用2个再小一点点的黑，用黑色跟刚才的做法是一样的，先拖成长条状，就是做成2个小小的圆去添加。1分为2，这样分1分为2，2个眼睛大小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就怕不这么做的话，你们单独一个一个的做，容易做的大小眼，好不好？眼睛再放上去，呀呵，哎呦，可爱，好玩啊！好了，来弄好之后，还是因为这个胶是软的，一定团圆一点点。嘿，完成了，是不是一个小羊小恩？大家不知道喜欢什么类型的。其实你们看到很多泥土类的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指甲上。然后粘土画好之后，有的比如说眼睛，有的时候确实太小了，你挂在指甲上已经那么小了，眼睛我再去捏这个很不好捏。那我们可以用到彩绘胶，用彩绘胶去给它粘上去啊，你看有点分眼，就那样呆傻傻的往这边扒拉一下。
可以用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彩绘胶去给它画出来的，好不好？一个小尾巴也可以弄上去啊，在指甲上做上去就是这种呆呆萌萌的，也是可以的。我刚刚做一些这种绿色的目的在于我想给它做一个背景来着，做一个背景，小草地呀、它的大草原啊，小羊在大草原上奔跑啊，就这种感觉的。结果这不是太小了吗？我发现根本看不清，于是我就放弃了，直接拿了这个去操作。你们做的时候多多注意，好不好？做到中途发现不好看没关系啊，来，小羊放到这儿，放到这儿，咱们去做个啥？做个其他的。粉雕做一个小兔子，好不好？粉雕去做一个小兔子，最后用粉雕吧，咱先用雕花胶去做一个卡通人物。指甲上刚刚我已经提前把它做出来了，磨砂封层，对不对？大家刚刚涂过磨砂封层，这个时候选用白色，还有肤色，还有粉色，还有这个黄色的胶，我们去调一个肤色啊，调一个肤色。来，同学们注意好看了。接下来我们去做这个人物。相对来说，需要额外注意的是这个面部的比例以及面部的形状，因为做雕花不再是画画，画画的话直接刷平面，通过我们自己去把它立体画出来就好。但是在做这种雕花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手部控制住它面部的眼睛凹洞处，还有这个鼻子的突出等等等等其他，需要咱们自行操作，自行操作。所以说，来同学们，我们先去用这3部分的胶去做出一个。先去练面部啊，身体就比较简单。记住，所有的这个形状都是通过一些基准型来的。还记得咱们说那个上一节课学卡通的时候教过大家吗？比如说身子，它有可能卡通类的是一个椭圆形的身子，也有可能是一种三角形的身子，还有可能小娃娃呢，它会偏向于方形一点的身子。就你们在用雕花胶去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你想做的图案啊，它的身子是偏向于什么形状？来，我们先去做一个小面部啊，先做一个面部，注意好比例。来。白色雕花胶，然后再做一点点，加进去一点点黄色，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粉色。待会儿你去跟叔叔行吧？来，3个颜色我们去给它进行混色啊，进行混色。混出来它就会接近于一个肤色的感觉。如果感觉这个颜色偏向于什么呢？如果感觉这个颜色偏向于太粉了，那么我们就加黄；如果感觉太黄了，那么我们就往里加粉。但是白色一定是主要的颜色啊，一定是主要的颜色。一定要有粉色存在，不能纯黄，纯黄这个人就肤色太黄了，好不好？适当的来点红色进去，就是来点粉色进去。你看这一个肤色，这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雕花胶对呀，所有都是可以调色的，只要它不是做上去就发硬，都是可以调色的，这不是吗？刚刚用的是这3个颜色，再给大家看一次，用的是这3个颜色去调，白色多一点，粉色和黄色等比例，因为这是比较浅一点的粉色嘛，还没有那么的深，所以说用的少量。这个黄色也是，它没有那么重，都是少量调出来了一个面部的肤色，好不好？来做头部啊，头部大家看过来，我们先去给它团一个球，先团一个球，指甲大小它就已经固定住了。如果说你想要做大一点的，只是做面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肤色一定要多调，量一定要大，一定要大。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去把面部的凹陷给做出来啊。来，我调大一点，好吧，让大家看清楚。再看一次怎么调啊？白色、黄色、粉色。或者说红色都可以，如果是红色的话，量就再少一点啊，量就再少一点。你看，白色，这3个颜色我们把它粘到一起，在手上通过这种拉拽的方式，不要团啊，团太慢了，就这种拉拽的方式去把这个胶颜色给它调出来，调成一个肤色，好不好？调成一个肤色，然后把这个加进去，2个一块去调，这样的整个头部颜色又大也出来了，肤色就出现了，很快速的，好吧？好了，来看啊。传好整个面部，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形状呢？做成一个这种椭圆形，偏椭圆一点点。手发粘的，涂护手霜，涂一点护手霜，或者说是那个手上清洁水，清洁水干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护手霜去改变手部的发粘性，尤其是手指还有这个手掌心。不要太油啊，千万不要太油，就是有点就行了，有点就行了。好了，这个时候不粘了，我们给它团成球状，团成球之后变成一个长椭圆啊，偏椭圆一点点的，然后这个下巴那儿可以稍微收一点，但是方便大家去学习呢。再搓成圆之后，我会把它边滚一点点，看到没有？边滚一点点，然后拿手压一下。拿手压一下，这个如果喜欢面部是那种美少女类的，那就变成这种形状，看是这么着去看。但如果说想要卡哇伊一点的，直接就捏成圆形就可以，好不好？卡哇伊的捏成圆形就可以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面部，然后在做面部的时候，来，指甲上啊。
放到指甲上，去给它捏一捏形状，放大。这样呢，有个底打着，我们再去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就好塑造了啊，好塑造了。现在看整个人他是一个扁平的，对不对？它是扁的，然后注意弧度呢，额头上面、下面，不要说中间哪特别高，先不用管，你就先把这个椭圆形给它安顿好在指甲上就行了。先安顿好，注意看啊，怎么做它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一个用榉木棒。用榉木棒代替，或者说有这种这种只要是光滑的面都可以，在中间往下来一点点，我们横向的去给它压一个凹洞。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因为卡通人物都属于那种比例缩短的，不是那种3庭5眼特标准的，对不对？这个卡通人物那个课咱就用上了啊。来看，就是从它的中间偏下，用榉木棒，哎，榉木棒有点大，就这个啊，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压大一点。在中间偏下一点点，我们把这个放上去，就给它压一个小凹洞。但是这个洞，这一个凹条呢，千万不要压得很深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眼睛、鼻子立马就出现了？这个是它的额头，眼睛凹洞，鼻梁凹进去的，鼻子凸出来的，嘴巴暂时先不动啊。这就是我们要做这种雕花人物的时候，眼睛直接一笔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咱们的雕花那个叫什么来着？小圆洞的笔，哎，我那笔呢？就是咱叫啥来着？哎，我今天这个脑袋咋了？点珠笔，用点珠笔的后面那个有圆球的地方，我们把它的眼睛离得远一点，凿2个凹洞。那么它整个人物的这个眼睛处就出来了，鼻子也是突出。对，点珠笔啊，谢谢小圆圆，我今天大脑怎么不大受控制？是不是眼睛的凹洞就出来了？那嘴巴怎么做呢？嘴巴大家可以，咱不是有这种叫什么这个笔的笔帽吗？看到没有？是不是它是这种圆柱形分开的？就用这个笔帽的地方来做微笑的，咱往上这样在下面戳一下。看嘴巴就有了，就用这个往上戳一下，嘴巴就有了。也就是说，眼睛、嘴巴、鼻子，这是最基本的形状，先给它做出来。做好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拿去照灯，也可以一会儿再照灯。从侧面看，是不是额头、眼睛、鼻子、嘴巴、下巴都就有了？这样做出来，你基本上是错不了的啊，但如果说同学们，我这样做是想把眼睛给凸显，如果你们不想凸显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平面，然后直接用彩绘笔给它画出来，好吧？来，这个我先拿去照灯，基本的面部轮廓咱有了啊，先照灯，之后我们往下去看，我照灯30秒钟，好不好？还简单吧？应该还简单吧？人物说实话，大家觉得可能比较难，做个用橡皮泥捏个卡通人物，几乎人人都会，对不对？几乎是人人都会。但是这个人物类的以及它的细节要求，因为我们做就做难一点嘛。然后对于它头发呀，头发到底应该怎么做？最难就难在头发上，说实话就难在头发上。你好，我给你们开灯一下。好了，这个面部做好之后，接下来眼睛，这上面有点脏啊，你们做的时候不要弄脏它。眼睛里面我们可以用白色的雕花胶缠2个小球，这2个球的大小跟你做的这个凹洞一定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接下来用雕花胶做的这2个白色小球球，不能大了，也不能小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人物就跟骷髅一样，是不是有2个凹洞，然后我们又做出它的眼球给它放进去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咱这个凹洞并没有做得很深，所以说这个圆也不需要特别的圆啊，把它弄扁一点点就好。但是扁的话不妨，我教大家怎么把它做扁，长条对称，左右比例一致，还记得吗？小杨肖恩刚刚咱们那个做法，小杨肖恩的做法还记得吗？眼睛是怎么做的？左右大小眼睛一致，来放进去，有点大了，怎么这么大？看起来还不大。放上记得拿下来。如果说你刚刚那个脸部没有照灯的话，那有可能就粘在上面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提前先照灯的原因。来这边，眼睛1号眼睛、2号眼睛，先左右看看大小，如果差不多那行。你别说做完这个大那个小，那得调一下再去上脸啊，先调一下再上脸。好看，现在手可控住了，我们拿手给它压进去。注意整个圆呢，它是一个这个，千万不要做大啊，做大就不好看了。把它有凹洞，但是眼睛眼球要跟这个凹洞平起来，方便我们一会儿去画画。然后现在看一下，哇，好吓人，是不是？待会儿上颜色就好了啊，但是这个说实话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
稍微有一点大，不停的调多了就脏了，换一点。哎，这大家一定好好注意身体，干啥别感冒，太刺挠人了，忒刺挠人了。眼睛注意不要离得太近啊，不要离得太近，你远一点也比近了好看，好吗？稍微远一点也比近了好看。好了，眼睛有了，眼睛有了。这个眼睛基本上就是凸显在里面的，你单独你要去画出来的话，就要比这种要比那种要看起来舒服一些啊，看起来舒服一些。好了，雕花笔呢？雕花笔稍微给它把边缘做干净一点点，不要有过多的小毛刺。雕花笔蘸清洁水，这个时候它又派上用场了。其实这个真正会懂美术的人，会学过这个学画画要学人物构造吧，学素描这些都得学，所以说一看就懂，而且是比咱做的都要好，先天性优势啊，都是提前付出过的。好了，来照灯。接下来我们把他的眼睛先画好。一般来说，做一个卡通人物要先做眼睛，眼睛做好了，我们再去把这个头发呀、身体啊这些，身体也可以提前做啊，再给它加上去。你们上午的课结束了，你去找你叔叔看一下，他懂，多喝点热水。好的，来黑色雕花胶。黑色雕花胶，刚刚咱不是做小姚肖恩的眼睛给大家演示过吗？是不是？这次量再少一点点啊，再少那么一点点，我们给它做2个小眼睛，就是黑眼珠。大家当然了，这一步是可以直接画的，不需要再做了啊，不需要再做。画的话要比做要快，但是不是还也得用胶嘛？是不是？所以说我就尽量的用雕花胶，能做的就做，剩下你们知道，实在自己感觉哇，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我画不出来，或者我做不出来，太小了，那就直接就画就行了啊。看现在看这是啥呀？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球没有捏圆，太小了，所以说它你们画不好，直接用彩绘胶画就行，好不好？彩绘胶画吧。这个我说实话，我这样更快一点。来吧，咱用彩绘胶画，这一步完成。我们彩绘胶看的眼睛、鼻子，如果说觉得这样大家觉得不好看，可以适当的捏一小小，把它凸起来一点点，这样也可以了啊。来找一个拉线笔，开始蘸胶。先把眼睛画完咱们再说这个其他的啊。黑色彩绘胶，黑色彩绘胶，不用多了啊，这种粘稠的彩绘胶一点点就够。来，眼睛想往哪边看，咱就往哪边去画。白色的相当于它的白眼珠，然后我们也可以用点珠笔直接蘸着胶去给它点一个圆啊。你们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好不好？怎么习惯怎么来。一个眼睛画好了吗？白眼球留的少一点，白色的眼球留的少一点啊，因为你像我们画一些卡通人物，你们会发现他的那个眼睛一般来说都特大，是不是？卡通人物眼睛特别大，人家特别大不说吧，关键是那个中间眼球部分也更明显一点点，在那个后面有很多。注意2个黑眼球的方向啊，眼睛看的方向要一致。怕画坏的，先画小一点点检查，没有问题一点点去扩，没有问题一点点再往外扩啊，别老虚焦。这样吧，我看看，如果这波咱人少，我就多以这种款式把它更新到款式里面去教大家，好不好？更新一点款式，比如说粉雕，做个什么，直接单独只看那个粉雕的，更快一点。雕花胶都是照完灯之后的啊。
雕花胶一定是照过灯的。看，画上他的眼睛，眼睛画圆一点点啊，因为我怼上去画我就看不见了。手机在我正上方，摄像头在我正上方就看不见，然后我得稍微侧一下。你们知道是要现在要把眼睛画圆就好。现在知道为啥我说用雕花胶做了吧？雕花胶直接压下去就是一个圆。看看。这一步画好之后，先去照灯，先照灯，这是他的大眼睛。照灯之后，接下来画出他的眼线和睫毛，还有双眼皮、眉毛这些都给他画出来，然后嘴巴再加上去，整个面部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先前照一下，照完之后，来他的眼线，眼线的话，注意从眼睛就贴着我们刚刚圆的外面去往外加就好了啊。圆的，我先就贴着它这个往外加，我放大再给大家看，再给大家看，稍等。大家看那边上去啊，来再把另一边画上去。是不是眼睛也不好使？我现在一边哭在一边一边画。哎呀，来这边，你贴着他的眼球轮廓去走就行了啊。稍等啊，宝子们，我先放我眼前画一下，画完我拿回来给你们看。你们在跟着做吗？有没有跟着做的？说实话，今天这课好多同学都觉得太难了，根本也不看啊，也不看。但是你们如果是在看回放的话，一定记得把这个内容好好学一下，因为真正考研基础就看这1点2点，就看这1点点。越是难的，咱们越去掌握它。你的眼线画粗一点，然后就是双眼皮画的轻一点。皮变薄，胶变少，用细线条去勾住它的双眼皮。你可以在画睫毛之前先把双眼皮画上。来，简单先画一下啊。然后因为没有眼神，所以看起来特那个啥，也不要一味的去把眼睛画得过大，好了，我这个稍微眼睛就有点太黑了啊。来，先照灯。其实把眉毛一并画上也行，眉毛一并画上。眉毛就代表一个人的这个他的感觉了。如果要楚楚可怜一点呢，我们眉毛就得往下去画啊。那如果说比如说想要这种帅气一点的，那整个眉毛一定记得眉峰是上扬的，就什么意思呢啊？我再画在这儿，如果楚楚可怜的话，眉毛是往下走；如果说是想要帅气一点的，眉毛一定是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眉头粗，眉尾细。然后如果说是想要无辜点的或者啥的，就是稍微这种平的过去就好。几种眉形啊，代表了每个人他的一个给人的感觉。但是最好别画成八字眉。八字眉是啥？就是太那个啥了，丧，太丧。这么脏，好了啊，待会咱们着重去说一下这个头发的做法。照个灯先，来，
嘴巴、腮红用透粉色去做就行啊，腮红用透粉色。腮红加上去，可以颜色深浅，你们自己去定，定好嘴巴红色才会焦。我没给他做鼻子啊，我就直接这么去画了。然后你们可以把鼻子做成那种长条条状，给它做上一个小鼻子，然后我就直接简单给它勾画一下。一般接下学这个人物的都得学一整天啊，都得学一整天。就是所以说这个大家慢慢去学，不着急。然后觉得还学的这么麻烦，对，它就是这么麻烦，不麻烦不行。而且这个说实话做的一般般啊，做的一般。真正把这个做好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吧？慢慢来啊，先去学习简单的使用操作。把鼻子先稍微一放，可以去擦，颜色不对可以擦，找一支干净的笔擦一下就行。现在看起来光秃秃的脸都别扭，先照灯，照完灯我们开始去塑造头发。头发大家记住，做头发一定是用什么？用这个片状。我教大家画卡通的时候说过，画刘海类的，它一定是分片去做的。一般来说3片，甚至说4片，对吧？但是它不可能是一整片做完，一整片可以吗？可以，就是比较生硬。想让它生动力一点点的话，分片去操作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头发，举个例子，拿个大的演示一下。把它压扁啊，先压扁。压扁之后，我们可以切出我们想要，比如说刘海前面是齐刘海，好，那就切出齐刘海，对吧？雕花胶一样啊，切出齐刘海。切好齐刘海之后，旁边我们给它把这个都给它削掉，多余的削掉，这不就一片刘海嘛，对不对？相当于我们做一整个齐刘海在前面放着，但是这种做完，说实话并不好看。我们把它分成几片，也就是说咱们在做的时候分几片，中间这里太大，给它分开，分2片都比分1片要强。分开这种，待会儿再往上加的就好加了啊。然后我们再根据那个咱们刘海的形状呀，一定记得从瘦到胖去把前缘这个还有一个这种弧度，它不是说拉直线下来的啊，现在它不是拉直线下来的，中间可以适当的分开一点。那这样就可以分成3片，这种有弧度的线条，有从由细到散碎的这种。就这个意思，这样弄好之后，一片一片的往头发上去加，这样加出来要比我们组合直接在那个头那上面做一片这种分开一定会生动很多。但是当然了，有一些卡通类的话，我们简单这样操作也是没问题的，好吧？只是跟大家说一些更好的操作方法，大家这个去参考一下就好，好不好？去参考一下啊。好了，来，这个做好，我们白色彩绘胶把它的白眼睛给它点上去。最终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改正颜色，或者磨砂面是亮面的，涂层封层就可以。可以前期先做。有点大啊，来，刘海，留波，留花。那接下来宝子们去这个咱们的棕色多来点吧，做个头发了啊。先用棕色的雕花胶和白色的雕花胶，我们进行混色，做出一个奶色系啊，做出一个偏黄调一点点的。然后这个如果颜色过浅，我们可以去加一点点的黄提亮，黄色可以提亮我们想做不到的一些颜色，就是黄色是所有颜色最亮的一个颜色，所以可以加黄色去提亮某个颜色。
取其中1/3捏扁，捏扁一点点，然后压扁，压成扁扁的长条状，然后来卡着头发的边缘，先给它打个底，打个头发的底，有点宽了，可以给它裁掉，直接割掉或者是剪掉都行。摸索耳朵了。后面头发给它收进去啊，收进去，不要往外炸着。这有点，现在看起来也太丑了吧，怎么那么丑？没事，大家千万不要放，没事你就捏2个，长时间不捏没有手感了啊。太丑了，好了，把它的头发高度做出来啊，这头发的高度。做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先把头发的高度、厚度做出来。这个不是最终呈现在我们一个事先的效果，所以说主要呢还是先去这样去打个底部，然后耳朵还没做啊，耳朵就先给它这么放吧，耳朵暂时先不做。然后我们把那个头发用刚刚的那种方式做出一条一条的感觉，做出一条一条，把它分成几条去操作。怎么有回音？怎么会有回音？没有吧？应该是没有吧？是不是你那儿网速问题还是啥？这么一直都没有回音啊？好，太干了，用手吧。雕花胶有的干有的湿。现在几点了？12点。等下我给你们出一个小教程啊。一次做不好，同学们不要担心，做2次就好了啊。你看我这就是甭管是长时间不做，它都不行的。哎呵，来把头发，咱这个先变薄，一定把头发弄薄一点点，做平整。平整完了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分段的啊，要分段的。比如说在这一层上，我们先去裁出非常干净规整的边边，多余的不要，多余的都不要，都是这种长条状，上面也是。上面无所谓啊，主要是有3个面必须是干净的直线。然后呢，我们开始往上去压细细小小的纹路，就拉直线就行。就相当于一根一根的发丝嘛，对不对？一根一根的发丝，给它做细一点。然后来分成几组啊。第一组咱切开，把它这几组都切开，分成几片去往头上去粘贴。分成几片去操作，有点复杂，但是做起来还行的。完蛋，断掉，换一种。老翻车可还行，手发黏啊，手太黏了，所以说一拽就断掉了。正常做完咱拿下来就好。然后做好的这个头发一层一层的包裹上去，就是在我们做好了这些纹路之后，再往上面开始去包裹。然后你要想3、7分，那就从这儿开始走；要4、6分，那从下面开始走，一点点的去做出去啊。先把它的头发来叠加上。从这儿分，当然大家也可以，这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头发给它放好之后，直接在这个上面去给它切出它的感觉来也是可以的。但说实话，我更
倾向于你们提前稍微捏一捏它的形状之后再往这上面做。如果以后你们想做一些洛丽塔呀，或者就是那种的，对吧？什么超音什么，我也不知道，就那种的，一定很多头发都是后加的啊，要后加一点点的。因为这样一层先把头发厚度做出来之后，再往上加发片，整个给感觉它会更细腻一点，比单独上去啊，就弄上一片，我再去画线要好一些，好吧？然后我就给它稍微掩饰一下，是不是就更习惯于用粉雕？粉雕会方便一点。然后雕花胶呢，就是需要大家慢慢去掌控。粉雕直接用这个笔就做出来了啊，你们自己试试，甭管是啥，试试哪种更方便、更习惯，就用哪种去做。这边再加上。有的这个，哎呀，这没切干净，得切干净一点点。刘海的长短，我们自己就可以控制了。来，简单的做一下了啊。我没有做身子啊，简单稍微演示一下头部就得了。好，给它拿好吧。咱家这个在教程里面有很多的雕花课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去看看，然后简单的把这个做出来，然后最后中间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发片啊，做一个发片，然后让它飘一点点，就不会说整个面部边缘那么生硬。只有最终做出来，然后再稍微添加一下颜色，头发还要再去增加一些高光，画画呀，怎么着都是可以的。这个得慢慢来啊，单纯的你说用2个小时教会大家，需要简单的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可以，就不要太去。就不要太去那个去研究啊，这一点哪里，更多的款式，主要你们先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叠加，以及一些问题，面部怎么构造，剩下的那些都就不要好说，然后慢慢去看这个款式教程，一点点跟着练，一点点跟着实操就好，好不好？一点点跟着实操。哎，你看我又做出，还是有的时候真的头发分片去做出它的小发片。大家多多注意身体，一定多多注意身体，啥都是假的。然后，除非有人感冒，一定戴好口罩。这个做的怪丑，我好好用粉雕给你们做一个吧，好不好？用粉雕做一个，你们那个回去看看，去找找看看咱们家课程，去找一找雕花，你们搜雕花能搜到很多啊，搜雕花可以搜到很多。那这一个呢，就直接想让它飘起来一点点吧，飘起来也是可以的，往那边弯一点啊，但是尾部一定要做细才好，好吧？照白灯它就结实了啊，现在它是软的，但是不要让细的尖尖往外飘的太多，肯定不结实。所以说，这种大家研究研究。
通过彩绘呀，给它加头发丝呀等等的，这些都是无妨的啊。给大家稍微这么一说。雕花胶上可以画水彩吗？可以。雕花胶你做完之后，可以用那个磨砂封层隔离一下，用磨砂封层隔离一下，完了再画水彩是可以的。这磨砂封层，说实话，你直接画都没关系，因为它在照完灯之后，它不是那种亮面，是一个磨砂的感觉，所以说在它上面直接画水彩也是可以的，好吧？不能扎啊，再拖，越拖越长，越拖越长，这个头发丝越来越假，不能再动它了啊！本来挺好的，让我自己在这戳成这啥？这是，就这吧，简单弄一下。往这边来一下，就是头发它可以有多种走向，你们想往上让它往哪走往哪走就行，就这吧，好不好？然后上面可以再添加发片，再下发片，你会发现一般雕花里面的头发它是比较多的，头发都会比较多，所以塑造出来感觉会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不做，就是齐刘海的话直接放下去就行，放上去分成2片，然后剪开，有的时候雕花胶是配合剪刀去给它可以剪开使用的，好不好？比如这个位置可以剪一下，给它剪开再去操作也可以啊。行了，然后我这样吧，这样因为现在人都少了，就是还没有人了是吧？还有几个同学在。我给大家去把这个教程有啊，这个教程里面有，然后你们搜雕花2个字可以搜出很多的教程来，然后去看看一些款式的操作，还有再就是我把粉雕我用粉雕去做一些卡通的小兔子雕，卡哇伊的那种，比较大气一点，别土了吧唧的那种啊，给大家做上去，你们去看好不好？你们去看。